在很多人眼中，以色列国防军装备精良，训练有素，堪称传奇般的存在。但很多人不知道的是，第一次中东战争开始时，以色列只有一辆坦克，而且还是一辆没有炮管的坦克。从新手小号到传奇大佬，以色列是如何一步步走到今天的呢？我们今天就以游戏视角来看看以色列装甲部队的整个发展史。如果把战争看成是一款游戏，那么以色列这个国家不仅开启了自动拾取、自动捡漏功能，还把装备升级这个技能也发挥到了极致。靠着一路捡别人不要的装备，然后再将这些装备进行他们认为合理的改装，正是这一步骤让原本只属于三流的武器战力直接拉满。1948年5月14日，以色列首次进入新手村，在巴勒斯坦地区开启了自己的升级打怪之路。可是好日子还没过24小时，他就遇到了几个大佬账号的围殴。就在以色列宣布建国的一天后，周边几个阿拉伯国家对以色列发动了全面进攻。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，这个时候以色列的地面装甲只有辆没有炮塔的坦克，122辆装甲车，仅2辆安装了简易迫击炮，其他120辆完全形不成战斗力。唯一能形成攻势的只有5门火炮和24门 TA 机枪。而阿拉伯联军的地面部队火力平均超越以色列40倍，不仅装备精良且训练有素，仅从步兵或者装甲部队来看，当时国际上普遍猜测以色列要输，阿拉伯世界会赢。接下来的几天，黎巴嫩、叙利亚、伊拉克、埃及、约旦，还有数量不明的阿拉伯非正规军，同时向以色列发动进攻。而此时的以色列部队只有29677人。如果将这次战争看作是一次游戏 PK， 本该是没有悬念的。但是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几个围殴以色列的阿拉伯大号突然发现，以色列这个新手号虽然武器不行，但是血量却在持续增加，而且还没个头，不但打不死，甚至还被他赤手空拳的揍。在战争爆发后，以色列发动了全国总动员，可以说是全民皆兵，并且世界各地的犹太人也纷纷返回以色列。据统计，当时每个月都有平均13000位移民进入以色列参军。1948年7月，阿拉伯国家看着血量持续上涨的以色列，识趣地接受了调停。接下来重点来了，趁着这个空档，以色列开启了逆天改命的自动拾取功能。他们先是从世界武器回收站里淘来了10辆霍奇基斯轻型坦克、2辆克伦威尔以及1辆英军遗弃在战场的 M4A2， 成立了以色列第一支装甲部队82装甲营。在路过意大利时，以色列又从意大利的废品站自动拾取了100辆 M4 谢尔曼坦克。M4 型坦克是以 M4A2 底盘为基础，搭载短管105榴弹炮的火力支援型。但以色列拾取的这100辆 M4 坦克就不能叫做支援型了，因为这些坦克的辅助武器被美军拆了不说，就连主炮管也都被凿出一个大洞。当时意大利正准备将这些坦克当成废铁卖掉。严格来说，这一堆废铁根本形不成任何战斗力，所以以色列最开始淘到的10多辆破旧坦克，应该算是以色列当时装甲兵的全部家当了。虽然这些坦克的性能确实不怎么样，但以色列的装甲兵素质却相当不错，他们大多都是参加过2战的移民，经验非常丰富。靠着他们和其他部队的配合，第一次中东 PK， 以色列最终完胜。战争胜利了，但是那些阿拉伯的大号这次吃了亏，肯定也不会善罢甘休。接下来以色列必须尽快提升自己的等级，好和这些大佬抗衡。而升级最好的办法并不是从0到1，而是从1到10。只靠那10几辆老旧坦克肯定是不行，那怎么办呢？从魔改那100辆谢尔曼开始。以色列先是挑一些状况较好的谢尔曼，将其炮管上的洞焊接住，保证短时间内这些坦克勉强能投入实战。至于那些状况特别糟糕的，比如炮塔锈死或者严重变形，以色列会把这些坦克原有的炮塔直接报废，换上从瑞士淘的 PAK39 75毫米 L48 坦克炮。尴尬的是，这一型坦克的生产者是纳粹德国。但不管怎么样，以色列这个菜鸟的武器库坦克终于破百了。
之后，以色列又在 M4 谢尔曼底盘上加装了 AMX-13的 CN7550 坦克炮，以色列装甲兵主力装备超级谢尔曼由此诞生，性能足够对付阿拉伯国家手中的 T-34、苏85、苏100，为应对第二次中东战争做好了充足准备。魔改之路正式开启。经历了第二次中东战争之后，以色列意识到只有100多辆废品坦克战力是远远不够的，于是他们决定故技重施，开启捡漏之路。在以色列的软磨硬泡之下，英国人终于同意了对其出售主战坦克。本来以色列欢天喜地地迎来了百夫长坦克，可没成想这百夫长是典型的不吃粗粮。该型坦克是英国人在二战时期设计的，英国地处平原，气候寒冷，而以色列气候炎热，一眼望不到的沙漠，在这个区域作战，冷却系统和空气过滤器极为重要。而百夫长进入以色列不久后，冷却系统纷纷趴窝，气温接近40度，空调也必定罢工。这个时候大家想一想，如果你是窝在坦克里的以色列士兵，你能待多久？除了这些，百夫长的流星发动机也吃不得粗粮，功率低不说，油耗还高，需要频繁加油。但作为一坦克本该奔赴战场，却频繁开往加油站跑，这确实不像话。而最关键的是，其主炮的长距离射击精度奇差。正所谓忍可忍，孰不可忍。面对300多辆无法淬火的百夫长，以色列被逼无奈，再次祭出看家本领。先是换主炮，以色列给百夫长坦克换上了新的火控系统，更换了先进的105毫米 L7 线膛炮。再是发动机，流星换成了美制的 AVDS1790-2A 柴油发动机。变速箱也由梅里特布朗 25EZ 更换成了 CD8506 自动变速器，由此以色列版百夫长最高时速升至50千米每小时，最大行程500公里。可以说，除了外壳，百夫长的灵魂已经焕然一新。由此，以色列给他取了一个崭新的名字，叫肖特主战坦克。肖特坦克一出生就遇到了第3次中东战争。1967年，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摩肖特385辆，遇到了约旦人所驾驶的正宗百夫长，结果是14辆百夫长被肖特击毁，30辆被俘。以色列以胜利终结了第3次中东战争，其魔改武器也由此走入世人眼帘。和以往相同，这次赢得也不轻松。不同的是，这一次以色列的自动拾取将阿拉伯那些大号掉落的700多辆 T5455中型坦克收入囊中。虽然这些坦克大多都是敌军主动放弃的，没有被破坏，但与以色列现有的装甲体系并不匹配，直接使用只会加剧自身的负担，而且随着作战消耗，还会面临缺少零部件、弹药等问题。所以以色列部队决定对这些大宝贝进行一轮从内到外的改装，让这些坦克也拥有犹太血统。魔改方案于1967年开始，这一系列坦克被称为 TI-67 坦克，细分为 Tiran-4 和 Tiran-5 坦克。两种坦克之间的区别主要是火炮。Tiran-4 保留了坦克原本的100毫米炮， Tiran-5 的主炮则改为西方标准的 L7 系列105毫米线膛炮。除了主炮，以色列按照己方士兵的身高体型，将成员出入舱口也进行了调整，并安装辅助装填弹药的支架，更换30辅助机枪，炮塔两侧焊接储物盒，更换通信设备，增设后储物箱，更换油箱和照明灯等等。可以说，除了整个坦克的架构是 T5455 之外，升级后的 Tiran-4 和 Tiran-5 坦克就跟苏制装备没什么关系了。后来，以色列缴获了更新的 T62 坦克，设计了 Tiran-6 坦克。这一次不仅强化了装甲，还增加了60毫米迫击炮，让其具有典型的以色列风格。总之，对坦克的改装凸显了以色列的军工细节。虽然他们想尽可能使用以军的配套设备，但这些设备也无法做到统一，因为这还要看以色列究竟能搞来多少替换零件。没有零件替换的设备再好用，一旦损坏就要失去战斗力。比如105毫米主炮，当时就有 M68 好几种不同的型号，类似于一个拥有俄国血统的人，出生和成长都在以色列。这人乍一看是个毛子，听口音感觉是以色列人，但是有时候他会讲美式英语，有时候还会飙几句伦敦腔。坦克也是一样，只有进入坦克内部，才能大概分清那一时期以色列的坦克型号，特别是保留了主炮的 Tiran-4。
客观来说 T-45 作为以色列早期独立改装坦克，性能并没有比原型强太多，只不过符合了以军的装甲体系，从而使后勤线更加统一而已。但让很多人没想到的是，就是这么一款混血坦克，以色列竟然还能卖出去。比如当时乌拉圭就购买了部分改装型 T-45，如果说乌拉圭购买这款坦克是因为价格低廉，不考虑一旦损坏满世界淘换零件的问题，那么伊朗就让人费解了。根据伊朗方面公布的资料，大家发现其自研的 T55Z 坦克，无论是设备或是技术，和以色列 T-45 坦克实在是太像了，说是逆向工程都有点不妥，完全就是照抄。这很难不让人怀疑伊朗和以色列在当时展开了军备合作。正所谓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，两伊战争期间，伊朗和伊拉克互敌，以色列趁机与伊朗搞好关系，合作研制 T55Z， 这种可能性还是有的。T-45 一直使用到90年代。有趣的是，第4次中东战争期间，埃及装甲部队进入战场后发现，为什么总是有队友向自己开炮呢？在敌友不分的状况下，混乱了很长时间之后，埃及方面终于发现，这些并不是友军，而是以色列魔改的 T-5， 而他们所驾驶的正是 T-4 的前身 T-55 坦克。80年代初开始 T-T 系列显得有些难堪大任，不过善于改装的以色列并不打算放过这些坦克，而是在前面装上推土铲，充当轻仗车或者扫雷车使用，有些则改成了阿奇扎里特这类的重型装甲运兵车。同样由百夫长魔改而来的肖特，在退役后也没能逃过再次被魔改的命运。肖特坦克严格来说应该说是二战时期的魔改版百夫长，如今依然在以军中发挥余热。比如肖特坦克底盘改造而成的52吨重的纳格马科恩重型装甲运兵车，在2006年的黎巴嫩战争中表现出色，被以军称之为移动的碉堡。总之，一件装备经过以色列这么折腾，立马就能变身10件装备，这个技能着实有些强大。如果是在游戏里，相当于一把武器既能杀敌又能回血，关键时刻还是充当 TNT。而以色列这个新手就是靠着拾取、魔改这2个普通技能，从1级小号一路晋升，最终成为了世界上为数不多的军事大国。以此看来，这2个技能并不普通，关键时刻逆天改命，魔改以色列因此得名。好了，今天的内容就是这些，喜欢本期内容的观众别忘了按下点赞订阅。我是火力军，下期节目我们再见。